还有我觉得刚才那一段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当中，这个很多人会问，到底吴增是什么身份？啊，我一会儿在下第3段当中，大家可以认真的听啊。第3段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当中，证明了吴增的身份。这是2014年12月12到17号刚才的录音整理，到2015年1月10号到12号之间的时候，我事实上已经到了这个纽约了。在这之前，我是在那个伦敦呢。这是为什么韦石先生呢，在网上晒出什么我住这个一个什么岛是什么希尔顿饭店？我可以向大家出示，我那时候在伦敦，我是1月12号到达了这个纽约。在纽约呢，我接到了吴增先生代表中纪委和专案组向我宣读的几项命令这个几项命令里边呢有很多信息，也可以证明这个吴增先生的身份大家可以认真的听一下。接下来呢，现在可以把这个放一下这个第3段。好，谢谢我们导播，请播放郭先生要求放的这个第3段。同时专案组会对你本人和你儿子郭强。这个时间是错的啊，这个时间是错的啊。好。专案组已经将你在国内的各项资产情况和各种行为已经初步的查清。第3，抓你家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触犯法律，涉嫌犯罪。也是因为你迟迟没有回来配合调查，才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如果你配合调查，考虑家人马上回家。好。向你重申，我现在我就告诉你这个刚跟你说的，向你重申，你在历史上有重大贡献，对你说的4项承诺仍然有效，保证你的安全，希望你慎重考虑。就这4项承诺具有权威性，希望你考虑。明白，吴兄，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谢谢组织。你一定要慎重，你听我的，你的判断是错的，但我现在说啥你不信。我信吴兄，我肯定信，我肯定信。你不用信我。我告诉你我的心里话，我告诉你。你这样做的事是轻者痛，仇者快。我不会做那种事，亲者痛的事不会做的但是这回挺好，这回组织上把我家人不都抓了吗？把我家人都审审，看看我们家人有什么事儿，这是一。第二，看我资产有啥问题，都去了解了解，挺好。我特别，既然如此了，这么大的动静，这个事儿他早晚一天都得有个交代的，这一定得有个交代的。那么大的动静，我们人打成这个样子，连那刚来上班的11天的小孩子都打得鼻青脸肿。我那个二哥子都60多岁，这傻乎乎的小一个字都不认识，你们在机场给抓了。我老婆根本就不用说了，那根本不，这不是说名都说不清楚。我女儿根本不掺和我的事情，那你想想这有啥关系啊？有啥关系？这事情，吴兄，这样的做法有什么用啊？我这么给国家这么在做事情这个时候这样对我家采取这种措施，我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你，我只告诉你的就是说，我们的4项这事儿完全可以解决，我们的4项承诺绝对是有利的，你放心好。好，你的这一份新的这个文字证据我们已经播送完了。这样，小平先生，这个播完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相信所有的网友和您都能得出了一个结果，就吴增先生的真实身份和他的权力和能力之大，还有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他和博讯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呢，我希望大家上网看一看这个有关这个吴增先生和这个财信的这个胡淑丽女士的关系，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吴森先生是代表着国家机构啊，而且是代表着国家的政治机构啊，这是绝对的领导，他不是这个打酱油的，也不是说中介，而且呢，在这个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呢是非常有角色力的，而且很明确。在这个过去发生这些事情当中呢，他指挥着这个海外的很多这个华人媒体，他是实际控制者，同时他也有大量的财富啊和决策。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头2天和这个美国纽约的有关的这个司法机构呢，我们这个刑事指控博讯在海外，他90%的员工都在海外运作，他收钱啊，收了钱去哪儿了？账号在哪儿？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他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去向，这些事情呢都跟吴征先生有巨大的关系，因为这些吴征先生给他提供的财富和钱，他是肯定在美国他没有纳税嘛，那肯定是偷税漏税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财新和博讯之间，他俩不可能靠网站来维持着生活，他经济上不够，他资金来源是哪的呢？那么这个是跟我们这所有爆料的事情都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不是我们的目的。我再想说一遍，这些事情的背后就是有要灭我们的家族、灭我们口的。你可以看出吴征先生口气之大，如果我不听话，就让全家灭亡，啊，2年前要发红色通缉和2年内要发红色通缉，这是很多次，口气用词和博讯之准确和财新之准确几乎一字不差。后来的一系列的报道这个阶段性和节奏都是按照这个来的。所以说这个吴征先生在执行了一个让我全家灭口，把我全家绑架，海外3绝，就是绝掉我的信用，绝掉我的这个所有的资金，然后绝掉我的朋友关系的这种使命，那对我这是一种绝对打击。那么我想说的，博讯的韦石先生，在你报道我的这个负面新闻，特别是出来之后，在2015年7月6号，我在香港的股票，也就是我在 UBS， 我们买这个股票是海通香港证券股票，我买了大概很大的一个股份，但是我其中一个基金，因为我是董事，马上被 UBS 斩仓。斩仓的当天我赔掉18亿美元，后来由于继续这个事情你的负面报道，导致了我另外的基金被清除，我又赔了大概12亿美元。我这2天的时间我赔了30亿美元。所以说刚才小平先生您说这个我是不高兴的，你说不要说博讯和这个财新，你这是很自私的，因为他给我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而且这几乎是灭顶的伤害。任何一个人赔掉30亿美元只有跳楼。事实上我们的2个基金经理就是想跳楼，这被我们给制止了，而且有2个人现在几乎属于疯癫状态啊。但是呢我们还撑得住，这是为什么？因为吴增先生懂金融，他知道我买了这个股票，他知道这个报道的负面新闻将对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不但这个时候专案组的人还到了这个我们的股东啊，其中一个我一个国家的这个王室跟我的投资基金的多个人去找到人家，说郭文贵是犯罪分子，是坏人，再同时爆出了这个博讯和财新爆出这个假料，然后这个时候股票被抛售，任何一个人那都是灭亡的。同时在香港的房子被建设银行马上无条件收回，然后最夸张的事情，我和我儿子还有我家人，我的侄女，我的哥哥在海外的账号100多个账号1天之间全部被查封，全部被解除，而且都不能用了。这个打击是非常非常之大的，这个用言语是没法形容的。我希望网友们去想一想，这种感觉是哪个人能承受得了的呢？不但如此，非常夸张的，我的所有的这个合伙人当中，集体当时都来问我，还好后来都证明这是假的，因为它100%是假的，可是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那么这实际上是配合了一种政治上的阴谋的谋杀，定向谋杀。我还是坚持过来了。那么除了账号、金融封杀、资产封杀，这个名誉这个封杀，还有政治封杀，我的家人在里边关着的同时呢，大家也知道员工被这个强迫离开，我们北京的所有的账号，包括我们的这个美金，都被这个查封了账号。我郭文贵在过去的15年，我今天可以在这块儿，我向所有的网友们保证，
在公安查了我2年之后没有任何犯罪情况下，我再向你们承诺，郭文贵没在中国大陆拿出来1分钱。不要再说郭文贵从国内拿钱了，我没拿出1分钱，是我往里拿钱。我可以，郭文贵可以说，中国哪个老板敢拍着胸脯说没从国内中国人身上往外拿钱的，我都往里拿钱。即使我的公司被查封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我们那个保险公司贷款那个平安保险，是我汇进去了5亿美元，做这个美元现金担保，我们偿还了8年贷款期的农业银行36亿贷款，而且我提前5年我就给还上了，而且是我拿美金现金进去的，同时账上还有10几亿人民币也给查封了，是郭文贵的钱都是在海外赚的。我在海外赚的钱，如果是违法犯罪的话，这2年的负面新闻早把我给抓起来100次了。所以说我郭文贵没赚我们中华民族人民的钱，我没在国内赚钱，我都是往里投资。可就是这样，吴征先生、还有李友先生、还有韦石先生、胡淑丽女士，把一个权力的猎物形成了权力的猎手，让国内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啊！就在这个3天前。搜狐网站又爆出了一个郭文贵的这个所谓的裕达帝国的黄金故事，这都是这些人处心积虑的负面报道。坦白的说，国内的资产我早已经打算放弃了，我也向有关部门保证，绝不会把任何资产往外拿。如果有关部门需要，国家需要，马上拿走。我郭文贵现在就庄重承诺给你们，没有问题。但是某些人要抢，要归入到个人腰包，郭文贵是绝对不答应的啊。那么吴征先生，我刚才播放了咱们当中通话的部分的这个微信的通信，事实上我就是要证明，我和博讯之争不是一个假新闻和真新闻之争。韦石先生你做了什么你也很清楚，希诺先生你做了什么也很清楚，你把2个完全跟我不认识的人录制了视频在这个海外点击几万，但在国内转发超过100万。这是事实啊！我们在这小节上不和你争执。那么我造成的实际损失已经发生，我们可以在这块未来可以举证。那这是为什么？请韦石先生和希诺先生和吴征先生和胡淑丽女士，请你们谅解，我跟你们无仇无冤，我没有兴趣，也没时间和你们斗，我也不愿意跟你们斗，我只是要找出幕后的黑手，给我郭文贵一个公平，给我一个公道，然后还我在这个事情当中的一个事实，包括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件事情也影响了很多善良的人受到了伤害，我深有同感，这也算我郭文贵赎罪的一个小小的行为。那么非常的希望呢，你们几位呢不要以个人恩怨来看这事情。关于博讯的事情，我不再和你韦石希诺有任何在 Twitter 上和在其他方面的说，咱交给美国的司法机构，你有没有收钱，你有没有在海外账号，你是不是中共派来的间谍，然后你跟吴征先生之间这些交易是真是假，然后你国内之间你是什么样的身份，都美国政府会给你答案的。我们已经报案了，不仅仅是民事诉讼，你千万别忘了，我报的是刑事的案件。我再次说，从今天起，小平同志刚才很不礼貌的严厉的斥责了我，这个我不太高兴。这不是我和你们明镜和博讯媒体之争，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我们要还它的面貌，对你对我都负责任。我从现在起宣布，跟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胡淑丽女士，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我一定会专门有一天，我要把胡淑丽女士所有的事件，我要好好的说出来，因为一定也要还个公道。这是今天我觉得刚才吴征还有这个博讯韦石希诺先生和胡淑丽女士的一些报道，这个真实身份和过去一段争吵的一个结束的点。但是胡淑丽女士的事情刚刚开始，现在我先说到这儿，小平先生，请您指示。这个